王奶爸究竟有多怕小奇迹？即便开车出门，也要跟仔仔报备。前有收拾卫生示意小奇迹，后有拉笋路过和好蛋儿打招呼，这满是宠溺的眼神的一点也藏不住。和奶爸心有灵犀的小奇迹，也一个劲扭头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回应。要知道，王奶爸最近去照顾其他小熊，已经很久没来看好蛋儿，以至于小奇迹前几天心情郁闷，宝贝总是独自一熊坐树上思念对方。还好奶爸忙完其他工作后，在儿童节这天匆匆赶来照顾孩子。回到基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奇迹送花。穿梭在人群中的王奶爸也永远都是一副笑嘻嘻的表情，即便是看到调皮捣蛋的小奇迹再次把家里搞得一片狼藉，奶爸还是会满脸欣慰地望着对方。看来父子俩没见面的这段时间，不止小奇迹日思夜想，王奶爸更是控制不住浓浓爱意。难怪都说小奇迹回家后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王奶爸。从他关在内舍隔离时开始，奶爸就不遗余力真心诚意爱护孩子，整天在外场帮仔仔劈竹子，每次投喂都是切好的一小块笋笋。所以小奇迹还没适应国内生活时，就对王奶爸无比信任，宝贝被对方摸鼻子还要主动凑上前。自从小奇迹出外场后意外不断，或许是在内舍憋坏了，小家伙一出门就放飞自我，疯狂暴走，总把自己累得随意往地上一躺。是王奶爸担心好蛋儿饿肚子，为了给对方补充能量，直接拿着大夹子将窝窝头果果递到嘴边。然而仔仔还是有一点心理阴影，每次干饭炫笋都要跑到墙边的小角落，这怯生生的小眼神令一向宠孩子的王奶爸心疼极了。于是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墙边陪孩子，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涩骨的冬天，王奶爸都坚守在一旁，只为安抚小奇迹。正因为宝贝看到奶爸的宠，才完成社恐小熊和社交恐怖分子的转变。以前听到邻居声音害怕的他，如今能坐在树上偷看，这小子还会鬼鬼祟祟的打招呼。还记得宝贝当年旅居国外期间，被不良游客吓到时总是畏畏缩缩的，乖宝宝还以为是自己不讨人喜欢。可小奇迹听到游客的快门声后，一向静的他直接生胖气，还要发出一阵阵汽笛声表示抗拒。上一秒还在气呼呼的仔仔，下一秒就能抱着竹笋大口干饭，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影响心情。真的很喜欢小奇迹的转变，这可是国内饲养员用心负责的结果。一心向往自由，却只能在铁笼中度过余生。大熊猫英英的命运有多悲惨？你怎么了呢，英英？眼前这只被训斥的熊猫就是英英。本应在野外生活的它，却因为活泼好动的性格被马戏团看中。英英本以为成为明星后能走上熊生巅峰，殊不知等待自己的是没日没夜的训练。每天天一亮，他就要练习各种技能，晚上也不能好好休息。狭小的笼子让英英久久不能入睡，仅有的娱乐方式就是洗澡。这时的他才能像以前那般快乐的疯玩。英英再也忍受不住这种生活，面对奶妈的不停吵嚷，竟然第一次做出反抗，动手打掉奶瓶。可他发泄完情绪后依旧要训练，只见他再次爬上木马，尽力保持平衡，还要抱着小球一遍又一遍灌篮，甚至在舞台上推着花车像人一般直立行走。要知道当年英英可是外交官，因为出色的杂技表演还飞去各个国家展示，甚至配合英日法美的公司拍摄电影。即便如此，英英的生活环境还是没有改变，因为杂技团没有专业饲养员，奶妈只能像投喂动物那般送上流食，直接导致对方拉出的青团都是不成形的。身为熊猫训练师的他经常斥责英英，还因为喂养不当导致对方肠胃不好。但很多时候，奶妈也会将英英当成自己的孩子守护，会蹲在笼子旁陪对方唠嗑聊天，也会主动凑上去让英英摸摸自己的脑袋。一人一熊之间的双向信任，绝对不输如今国内的饲养员和熊猫。只可惜大明星英英很快过气，自从1997年后，宝贝再也没有上台表演。这也意味着他终生不能走出这间屋子。英英一开始还被杂技团用心对待，可饲养大熊猫却需要很多的人力和物力，几乎每年都要花掉20万元。随着一张又一张账单，以前将英英视为大明星的团长却嫌弃起来。只有白奶妈舍不得英英孤苦无依，于是申请亲力亲为照顾孩子的晚年生活。他将英英搬到自己的房间，即便对方的一日三餐都在耗钱，奶妈依旧是没有任何怨言。甚至为了专心照顾英英辞掉工作，一人一熊在狭小的空间内终日为伴，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电视，或是奶妈带着英英透过窗户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最终英英还是在09年病逝，结束这为期多年的囚禁生活。动物表演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即便白奶妈已经拼尽全力疼爱孩子，英英的一生还让人忍不住唏嘘。所幸动物表演已经被明令禁止，希望如今的每个熊猫都能幸福快乐长大。只因天生残疾就被母亲无情抛弃，最后却凭实力得到整个狮群的尊重。小狮子罗恩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只见小家伙趴在母狮身边撒娇，可他仅仅是讨口奶喝，就被母亲的一巴掌打得嗷嗷直叫。不管罗恩尝试多少遍，换来的永远是母狮子的冷眼相待。此时的他一脸茫然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兄弟姐妹嬉闹。动物界的生存法则是残酷的，小狮子因为天生残疾总是被狮群孤立，即便他学着哥哥的样子打架，
却因为不占上风，总被对方反击，这导致小家伙本就自卑的性格更加孤僻。而狮妈妈将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为确保族群的延续，她不得不舍弃罗恩。这天，罗恩刚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眼，就发现母亲和兄弟姐妹一夜之间消失不见。他无助地愣在原地，直到日落时分，没等到母亲的身影，罗恩这才意识到自己惨遭抛弃。可小家伙根本就来不及悲伤，没有狮群庇佑的他早就被食肉动物盯上。罗恩只能拼命跑着离开这片草原。小家伙害怕极了，只能拼命吼叫，希望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能来帮忙。殊不知这声音吸引到河马和花豹，他因为恐惧和紧张彻底昏厥。眼见花豹不断靠近，心地善良的河马却出手将对方赶走。捡回一条小命的罗恩并没放弃，依旧在深夜无助叫着。好不容易得到哥哥们的回应，他开心上前，却被对方用利爪无情蹂躏。虽然罗恩和哥哥们团聚，可此时的他却比孤身一人还要痛苦，因为长期饥饿让他没有反抗能力。整个狮群的雄狮都将小狮子当成玩具欺负。然而狮妈的到来点燃他生命的曙光，小家伙被妈妈护在怀里。这一刻的罗恩终于感受到母爱的温暖。或许是因为前一晚母亲的维护，小狮子第二天被视而不见。他拖着几乎不能行走的四肢，渴望从母亲那里得到一丝安慰，可对方却用严肃的面容彻底逼走罗恩。可宝贝不能眼睁睁看着狮群再次离开，所以他强忍着疼痛，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要追赶。即便自己饿得头晕眼花，无法保持直线行走，却靠着顽强的意志跟上大部队。只可惜狮群过河时，罗恩再次被无视。明明他看到河里有鳄鱼，可小家伙生怕自己被母亲抛弃，便克服内心的恐惧，铁了心也要过河。正是因为狮妈看到孩子的勇敢，才会亲自接罗恩过河，甚至主动让对方喝奶。体会到母爱的他不断舔舐着嘴角的奶香。就在这时，狮群再次迁徙离开，罗恩生怕自己被忘记，早已习惯的小狮子只能默默跟在后面，却看到整个狮群都为他停下脚步。罗恩不再是孤独的行者，他凭实力获得整个狮群的尊重。大熊猫性格有多倔强？金虎撞了南墙不回头。这天，大胡子兴冲冲跑到滑梯上玩，结果没刹住车，直接一头撞在了铁门上。谁料倔强的金虎再次屁颠屁颠跑回去，接着又是咚的一声巨响。金虎表示：“我这暴脾气还偏就不信邪了。”第三次滑落的时候依旧没减速。金虎惊呼：“妈妈呀，我的眼里有派大星！”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大胡子，紧接着又来了第4次、第5次，咚咚两声，金虎脑袋发嗡嗡的。只能说大胡子你别太倔强了。然而有卧龙的地方就必定会有凤雏。这天，大熊猫糯米正趴在熊洞中独自美丽，但顺顺却一点眼力劲都没有，也凑了过来，秉承着不争竹子争口气的原则，两熊挤来挤去，谁也不让着谁。结果2颗黑芝麻汤圆卡在了胡子，最后顺顺主动退出，才化解了这尴尬的时刻。而同样倔强的还有不愿回家的大熊猫闹闹。这天突然下起了暴雨，闹闹熊如其名闹着不愿回家，还推开奶爸的手说：“我不走，你别扒拉我。”就算天上下刀子，也不能让姨们浪费1毛钱。敬业的闹闹死死抱住了木甲，奶爸费了半天劲，终于将他揪了起来。眼看自己被迫离场，闹闹还不忘对姨们挥手告别，表示今天的表演已经结束，姨们再见。而大熊猫捞捞也是一个倔强小王子，奶妈在栅栏外给他递笋，原本想让捞捞用小脑袋瓜好好思考如何将横着的竹笋拿进去，可捞捞才不听奶妈的废话。只见他上演了一场大力出奇迹，将竹笋硬生生掰折，然后吃到了嘴里。可见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智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而西直门三太子蒙兰，虽然外表看上去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但他的内心一直谋划着越狱大业。有次蒙兰踩着玩具翻越栅栏爬上围墙成功越狱，刚要仰天长啸俺蒙汉三回来了，却没扛过嘴馋，被饲养员用小零食诱惑了回去。但错失良机的蒙儿没有放弃越狱大业，小院中所有可以移动的玩具都被他拿来垫过脚，甚至养乌鸦来帮自己放哨。不得不说，蒙兰为了越狱还真是煞费苦心。面对如此倔强的熊孩子，网友们爱了吗？盘点国宝大熊猫的爆笑日常。到了找到好的三年后，张开大嘴巴，请东西掉了。眼前这只睡觉做瑜伽的大熊猫就是莹莹，别的小熊睡觉都是安安静静，可莹莹睡觉2条小短腿却无处安放。只见她伸完左腿伸右腿，伸完右腿伸左腿，来回扑腾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练瑜伽，真害怕一觉睡醒直接给孩子累瘦2斤。众所周知，暖暖曾经拔过孔雀毛剔牙，但其实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黑历史。这天不知暖暖在睡梦中梦到了什么，嘴边竟挂着2条不明液体，他甚至还伸出舌头舔了舔。有网友替暖暖解释说是流的口水，就是这怎么越看越像大鼻涕呢？这下暖暖公主的粉红滤镜算是碎了一地。而同样抛去偶像包袱的，还有中国金币总公司家的大小姐金嘟嘟。白天她和好姐妹华萌萌一起挖煤炸矿赚大钱，即便是累了一天，但金嘟嘟晚上还是坚持开拖拉机挣外快。
能听到这孩子的呼噜声越来越大，颇有种不把别熊吵醒不罢休的架势。看来就算是有了金主爸爸，也逃脱不了打工的命运。这天，妈妈大阿福正在专心致志地干饭，只见哥哥福顺在他身旁不断挣扎叫着，甚至还发出了一声声狗叫。网友本以为是妈妈压到他的手，结果祈福一挪定，原来是压到他的手足了。福来惊恐，我刚看到我太奶了。更搞笑的是，大阿福扭头还安慰错熊了。当重庆动物园的四喜丸子一起搓麻将时，隔壁望眼欲穿的梁月直接来了一段栏杆舞展示自己。只见他不停地扭动着身子，像是有什么急事。起初网友还担心这是刻板行为，但其实梁月只是单纯的想出去泡个脚。果不其然，饲养员打扫完卫生，放好竹子，打开了门让他出来后，梁月就直奔大水池，一屁股坐里面惬意地泡着脚脚。不得不说，熊孩子的每一个动机都是那么的出其不意。这天，大熊猫终于飞速地爬到很高树杈上，在空中晃晃悠悠地表演了一段杂技。即使树干承受不了它的重量，弯了腰，朱鱼也丝毫不畏惧，甚至还想在上面蹦迪试验小树的柔韧性。最终在它的反复试探下，小树咔嚓一声直接断裂，朱鱼则是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。只见他先是愣了一下，心想我是谁，我在哪，我在干什么？然后自觉丢熊的朱鱼决定罢工，屁颠跑回了家。只能说大熊猫能成为国宝不是没有原因，如此可爱又搞笑的大熊猫，你们爱了吗？直到看见谭奶爸近身照顾乔乔累到满头大汗，才明白国内饲养员对大熊猫的爱有多深。这是大熊猫乔乔刚生产完的画面，初次产崽的他手足无措，格外紧张。由于不知道怎么照顾宝宝，乔乔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，一直呆坐着。为了乔乔和幼崽的健康，谭奶爸决定冒险进入产房照顾母子二人。只见他一边温柔地呼唤乔乔的名字，一边小心翼翼靠近他。乔乔，乖乖。刚生完幼崽的乔乔领地意识很强，只见他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，然后一脸警惕地防备着奶爸。听到宝宝的哭声后，乔乔着急地安抚谭奶爸，小心翼翼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，告诉乔乔不要紧张，有爸爸在。感受到奶爸的爱意，乔乔才稍微放松一些。此时熊猫宝宝饿得一直哭，乔乔误以为仔仔是害怕，反复变换着姿势，试图让他感受到安全感。可宝宝还是哭个不停。谭奶爸在一旁心急如焚，但每次想要上手帮忙，乔乔就会警惕的双手交叉护住宝宝，拒绝任何人的靠近。最后谭奶爸尝试了1个多小时也没成功，无奈之下他只好先出去让乔乔平复情绪。半小时后，他再次冒着危险进入产房，谭奶爸轻轻安抚着疲惫的乔乔。这次他没有抗拒奶爸的接触，谭奶爸见状赶紧调整好乔乔怀里的宝宝，然后用手扶着他的手臂，让仔仔能够喝到奶。整个过程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谭奶爸累到满头大汗，豆粒大的汗珠从他脸上一滴滴滑落，并且长时间蹲着，奶爸的腿脚已经麻木。但看到乔乔怀里的宝宝开心的吮吸着，谭奶爸便觉得什么辛苦都是值得的。由于乔乔生的双胞胎，保育室的2宝也需要母乳补充营养，谭奶爸直接近身挤母乳，他也丝毫不抗拒。因为乔乔相信最爱的奶爸绝不会伤害自己和宝宝。饿了许久的2宝也终于成功喝到了乔乔妈妈的奶。本来一切安好，谁料乔乔身边的大宝却尖声大哭起来。原来是乔乔不小心压到了宝宝。谭奶爸一行人紧急把小家伙送去检查，好在并无大碍。没事啊。之后，谭奶爸连忙查看监控，寻找原因。原来产崽后，乔乔一刻也没有休息，累了好几天的他早就精疲力尽。给大崽喂完奶后，乔乔打了1个瞌睡，不慎将宝宝压在了脖子下面。万幸的是，谭奶爸及时发现，才救下宝宝。乔乔也知道自己没有照顾好宝宝，愧疚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等到奶爸再次把宝宝拿来后，他立马环抱在怀里，心疼舔舐着仔仔。相信在这么负责任的奶爸照顾下，宝宝一定会健康成长，而乔乔妈妈也一定会用心照顾好仔仔。